然后这里面又能引申一个玩笑话，他们说 Stephen 最大的敌人不是通胀，也不是什么别的，是刘畊宏，不是夏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文，我是悠然。今天我们继续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雨峰，我们今天的访谈就继续开始吧。想问一下你对 GameFi 的看法，有什么比较看好的项目？就是我觉得现在去入局 Web3 的人主要是3个领域嘛。其实 DeFi 就通过 DeFi 去认识 Web3 的人是少的，要么就是 Crypto， 因为加密货币买卖最简单；要么是 NFT， 就你买小图片 JPG 对吧 JPEG， 要么就是 GameFi。其实 GameFi 大家对它的争议啊，无非就是来源于说是不是庞氏，就是到底是不是庞氏骗局啊，对吧？到底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啊？为什么 Play to earn 吧？为什么我就能 earn 呢？我明明只是 play 啊，就是对吧？所以说 GameFi 的争议是一直都它都不停的，就是包括现在做的最成功的一个 GameFi 之一就是 Stephen， 大家对它的争议是没有停下过。就是那我对 GameFi 的看法就是，我觉得对于一个新事物，我们先不用去急着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庞氏，就是因为我的观点是，但看你怎么去判断。因为我说句很真实的话，大部分玩 GameFi 的人不是去寻求那个 game 的乐趣，是寻求那个 fi 的 GameFi， 是寻求那个 finance 的那个收益。他不是要 play 他 play to earn， 他关注的是 earn 不是 play。对，那好，假设我们就以这个方式赚钱，当然这个其实也无可厚非，因为是你 GameFi 自称 play to earn 嘛，对吧？那我就关注 earn，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，对吧？那如果你从 earn 的逻辑去看，你不用急着怀疑它是不是庞氏，因为如果你对它的判断准确，你在合适的点进，合适点的出，它就算是庞氏它倒了，它也是你也赚到钱了。对，那现在的几个 GameFi， 我举一个例子吧，就比如说，我之前玩的一个 GameFi 叫 Dao Farmerland， 它就是农民游戏，就是你花钱去买它的 NFT， 就你买它的电锯，你买它的那个斧头，就可以砍树，你砍树不就有木材吗？可以割小麦，小麦木材就可以去卖钱，卖到的钱就是游戏里面的 token， 就可以拿去花。这个游戏一开始没有任何问题，它现在已经凉了，但当时我跟朋友介绍的时候是3月份，我跟大家推荐，我说可以去玩一下这个游戏。我很早玩的，我是玩到回本之后，就我玩 GameFi 的原则就是，只要我一回本，那个本金我立刻会 cash out， 我立刻会退回来，剩下的那个钱你就不停的薅嘛，能薅一天是一天嘛。它为什么凉了？因为它这个游戏的项目方格局太小了。大家知道，其实很多人玩 GameFi 赚了很多钱，但是项目方是不赚钱的，因为项目方自己不是持有很多 token 吗？它是锁仓的，它是锁仓锁1年，有的甚至锁3年。这1年内可能这个游戏火2-3个月，他看完这个游戏的人赚得盆满钵满，我自己一点都没赚钱，项目方就会骚操作，就是会说，比如说Dao Farmer， 就是他发了一个叫 Pass 的东西，就是大家不停的买 Pass 就可以获得很多游戏的变异，然后这个 Pass 的收入就等于是游离于传统的 NFT 之外，因为 NFT 是他们经济模型的一个组合嘛，就是 NFT 有一定的数量控制的，他们的游戏的 token 有一定的数量控制的，里面的小麦啊数目是有一定数量控制的，他去做一个经济模型。可是项目方你发了一个 pass 游离于 NFT 之外，就会破坏了这个经济模型，导致这个游戏就很快的就凉了，因为项目方觉得自己没有钱赚，他真的赚不到钱的，他看很多人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，自己赚不到钱，他就不停地发 pass。这个是现在很多失败的 GameFi 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一个痛点，就是因为它太早期了这个行业，它一共这个概念出来都没有多久，所以你现在说它是庞氏骗局，太早了，就是，而且很多人在里面也赚到了钱，就是，所以说很多现在的 GameFi 都像这个 Dao Farmer 一样凉了，都凉了，但是也有 GameFi 做得很成功啊，比如说现在最火的 Stephen。就其实我不太喜欢提 Stephen， 因为我不是他的重度用户，我没有怎么玩过。但是你要跟朋友传销的话，传销啊，就是布道，你一定要提 Stephen， 因为他太成功了。Stephen 做到了一个项目方好好做产品，功能做得特别好，经济模型也做得相对比较好的同时，做到了一个破圈，就有很多Stephen 的用户他都不知道什么是 Web3， 他就觉得好玩呐，就是大家去玩了，就是然后。可能还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大家经常会提问啊，说，
怎么就是人人都能赚到钱呢？就是总有人会亏钱。他说这个游戏你怎么能保证不停的去吸引人？因为只有吸引更多的用户来，你才能保证它。对你很多人就提到你这个点，很多人就说你那个话是接盘，对接盘的同时，它其实也是一个循环嘛，保证它模型的一个很好的循环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想，就是腾讯开发一款游戏，这个游戏的日活如果不断下降，游戏用户不断流失，这游戏不也得凉吗？这游戏的团队部门不也得裁员吗？就像我小学很喜欢玩的几个游戏，摩尔庄园啊，对吧？说的是页游版，现在还有人玩吗？页游没了吧，可能都没了，对吧？那你说他是不是庞氏骗你？骗你充钱了呀？你是不是充了钱？就是这可能我们超级摩尔是吧？就超能 no 吧，好像是我忘了啊。就赛尔号，对，他就拉姆这种，你说他是不是庞氏？就是那他可能好像也不能说他是庞氏吧，对吧？任何一个东西，当它进入衰弱期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判断嘛。你自己就要去离场的，而不是你投资，就好像投资 GameFi 本身就有投资属性在，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判断，你什么节点进，什么节点出。就是像 GameFi 它这种，它的赚钱逻辑是什么？就是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，就是比如说它砍树是可以拿到收益的，对。然后它收益是从哪儿来的？就是我进去，其实我只有一笔投资啊。对。OK， 那项目方到后面发 pass 的情况下，就导致 NFT 价格就崩溃了。整个游戏就开始慢慢就有人出逃了，因为你发现怎么那么多人有 NFT 了？NFT 多代表了什么？树木、小麦那些产量就暴涨了，暴涨它就不值钱了，因为它的暴涨代表了游戏代币价格就会跌嘛，你量这么大，对吧？大家就开始出逃了，那这个就是项目方不格局的问题。那 Steben 为什么说他现在还能做得这么好？它是有2个原因了，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整个背后团队特别好，不只是说创始人了，不只是说创始人牛逼了，还是说，原创核心员工，核心员工团队以及他背后的投资人牛逼，就不只是说红杉印度，币安也投资了他，而且币安对他的支持是非常大的支持，但是币安其实币安现在是把整个 GMT 的盘子接过来操盘的，就是我宁愿是动用我的自有资金去操纵这个盘子，才导致对上一下，对，这第一点，或者我们可以再展开说这2个点啊，因为我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研报，就如果你想了解 Web3 GameFi 的研报，10篇里面有5篇都是写 Steben 的，这都是分析 Steben 怎么为什么成功什么的，但是10篇里面有5篇写 Steben 嘛，5篇里面有4篇都写不到点子上，可能5篇里面有4.9篇都写不到点子上，就是为什么 Steben 那么成功 ，GMT 一直暴拉，就是2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我刚说的，币安把 GMT 拉过来做盘了，做事了，那你知道币安做事代表了什么？因为有币安的存在，币安是我可以亏钱，就我亏我币安的资金，帮你把这个项目做好。那为了什么？为了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加密货币。币安怎么赚钱？加密货币交易所怎么赚钱？收佣金嘛，4%嘛。如果你是大户，可能会低一点，2%、1%；散户大部分4%。币安今年第1季度的总交易额5万亿美金。1年大概会有，我觉得它今年可能会到25万亿美金，就总个盘子。不过大盘开始降的话，可能20万亿美金肯定也是有，收4%，这个盈利很可观。他想，这个对于币安来说，他要做的就是不断的让更多的人来买加密货币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加密货币交易所，你都不懂它，花了大量的钱在各种地方投放广告。Super Bowl 是。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看的，是橄榄球的盛世，就是1年1度的橄榄球的最盛大的比赛，对，像我们中国的春晚这样子的。对，我这么说，美国的节目，美国一共是4亿人口嘛，3亿多4亿吧，假设是4亿 ，Super Bowl 的收视率超过1亿，就是 Super Bowl 那一天有25%的人看直播，就是这个就很夸张了，对，所以 Coinbase 跟 FTX 在去年那一届 Super Bowl 花了2000万美金买一个广告位。然后你知道，然后如果你们有感兴趣，你们去搜一下 Coinbase 的广告是什么 ？Coinbase 的广告是黑屏，你有一个2维码在那个屏幕上面移动，你扫那个2维码就是让你下载 Coinbase， 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粗暴，2000万美金就买了这个广告。因为对他来说，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玩这个游戏啊，他就可以做到赚钱。而 Steben他的用户里面恰巧就是有大量的以前是不了解 Web3，甚至不了解加密货币的人，他为了去买那个鞋子，他就得有加密货币嘛，他得有加密货币，他就得去注册币安账号嘛，那他就会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为了币安的用户，他未来就会不停的去交易，这个就是
为什么必然肯？我宁愿亏钱，我也把 Steban 去做好做起来。对，这个是 Steban 成功的第一个原因，就是他要强装在。所以我以一个 trader 的身份，我从来不建议大家去乱空，就做空那个 GMT，因为对于这种有强装的盘，你风险这么大，你没有必要去做空它的，就是。你做空它，可能它一下随便必然花点钱就把它拉起来了，因为别的游戏盘它想拉它没钱，可是必然大把钱。OK， 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刀 farmer 会增发 Steban 不会，因为我们刚刚说刀 farmer 项目方没钱嘛，可是 Steban 因为它的交易量很大，它是卖那个鞋子的 NFT 是核心嘛，它是做了一个机制设计，像 OpenSea 一样，你卖鞋子我是要抽佣金的。对，你看 OpenSea 去年交易额好像是600亿美金，抽双边2.5嘛，那它这个收益2还是2.5忘了，收益就很大。那 Steban 的巅峰峰值，我记得之前好像是500万美金一天，他就靠抽这个钱可以保证他团队有一个很好的收益以及他的投资额，因为刀 farmer 这种小游戏就投资没那么大嘛，就是他就能保证团队有钱，团队有钱了，那大家一门心思就是把产品的功能怎么做好嘛。所以同样是改规则 ，Steban 也经常改规则，刀 farmer 改规则就只会是做发 pass 这种骚操作，可是 Steban 改规则是真心是为了让游戏变得经济模型更好，调得更平，让更多的人来玩得更快乐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区别，一个好的 GameFi 跟坏的 GameFi。区别，所以说，我觉得大家在参与 GameFi 的时候，就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不用急着入局，因为第一个去玩的人呢，不一定是最赚钱的人，因为他有可能是一个烂游戏，一进去你就凉了。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节点，你进去之后，只要你回本了，立刻 cash out， 把本金弄出来，剩下的钱随意去玩就可以了，就是，以及尽量挑一些 GameFi， 就我的建议啊，能让你真的开心的。有一个游戏很特殊，叫雪崩机，真的叫雪崩机，因为它是基于那个雪崩链的嘛。这个雪崩机为什么我说它很特殊呢？这个游戏呢，在国内呢，当时呢刚出来的时候，那国内一群人跑去玩，结果把人家那个游戏玩崩了，因为国内人就觉得没钱赚就跑了嘛。结果呢，我们都以为这个游戏凉了，经过了好几段时间了，这游戏一直没有死，到现在都活得好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很多老外爱玩，他赚不到钱没关系。有人说我买一只鸡，每天下蛋，我女儿看的那个鸡，就一个老外的留言在推特说我女儿看的那个鸡下蛋很快乐，我也很开心，所以我没有必要去不赚就不赚，因为就好像你玩王者荣耀，你充钱买皮肤，你是不是亏钱了？你亏钱了嘛，对吧？你不会把它卸载了，就是。所以我尽量是选择说玩 GameFi， 尽可能能挑对。也不是兴趣导向也是不行的，因为大部分人是赚钱嘛，对。但是尽可能的去选一些你相对能喜欢的。这本是为什么那么多 Web2 的人去玩 Steban， 因为确实跑步就让你锻炼到了一个好身体嘛，让你整个人更开朗了。然后这里面又能引申一个玩笑话，他们说 Steban 最大的敌人不是通胀，也不是什么别的，不是夏天。夏天到了，跑步的人会少起来，因为太热了，就是。就很多公司对它是有一个股票封禁期的。那你这么说，为什么要封禁期呢？那公司的越高管的股票如果能早点解锁，他早点卖，他拿这个钱岂不是可以又投入到公司里面去？可是不可能啊，因为个人是有收益的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要保护股东的利益，你就得好好经营你的公司，你的股价才能保持一个高的位置，这样子你解锁期到了，你才能。就是其实相当于他投进去的 NFT， 然后他们拿着就是他们要想办法把这 NFT 升值，然后到可以这么说，就因为你整个游戏你要不停的做到一个越来越多人玩，就得让大家持续赚到钱嘛，对。所以我对 GameFi 的判断就是，你说它是不是庞氏，我觉得不是，但是一定会有很多的游戏死，就是倒闭啊、跑路啊，一定会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太早期了，就是一定会经历很多这样子的东西，在这样大浪淘沙之下，它一定会出好产品。Steban 就是一个好产品嘛，很多人也说了。就算钱没赚到，换了好身体。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开 meeting 的时候，他是每天在家里面困在上海嘛，每天在家里面就走路，就走，在家里面就来回走，就为了把那个能量刷满。就是所以这个，以及2022年的3、4季度，我是觉得 GameFi 还是会有很多好的作品出来的。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大家邀请。谢谢观众们，就是欢迎大家 CLS 3部曲 comment like and share， 然后投币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。